我敢很自信、很有底气的说一句，这2年我在海外帮助的中国人，绝对比你在生活中要帮助身边的人多了多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自从王鑫事件发生以后，确切说，从新100这件事情之后开始啊，我发现中国跟泰国之间的网友啊，真的是太可爱了，只能说太可爱了。这个让我也见识到了网络的力量，对吧？只能说网络的力量啊，他们就是以嘎腰子或者骗人为核心啊，真的不分青红皂白，不分行业，不分人群，只要跟泰国有关的，只要常住在泰国的，无差别攻击，绝对把你往死里骂。这个无差别的攻击，比任何一场战争都厉害。你哪怕发生战争，也不会无差别的攻击。这种无差别攻击让我想到了什么？想到了二战纳粹，真的。无差别攻击，只要你在泰国的，只要你不光在泰国，只要你在海外的，就没一个好人，就全是坏人，啊，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只要出门，不管你是旅游的，不管你是常住的，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家，清一色没有好人，无差别攻击，这个真的很夸张，非常夸张。哎，所以看了有些评论啊，我也想给大家挑几段，其实我从来没有挑过网友的评论，我今天就挑2段给大家读一读，给大家看一看啊。真的，这个世界上认知差距真的蛮大的，真的蛮大的。这个你说听不懂中国话，或者说语言能力差，这个我觉得都是小事儿，真的小事儿。这个有些认知跟见识啊，真的希望给大家科普一下或者补一下，这个真会让人觉得丢脸，真的丢脸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些魔怔啊，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真的要那么夸张吗？哎，我先挑几个新闻给大家读一读啊。我看一下，第一条我放一下啊。他们说他在转移话题，居然还有人洗白，大概率是从业人员。一个上海的兄弟说的，就是只要说一句就是从业人员。那我不知道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？你的判断依据仅是说了一句话就是从业人员吗？我很纳闷，一个来自我们江浙沪人说出来的话，就只要说一句，他就是从业人员，不用证据，不用证据，只要说一句你就是啊。这跟当年文字狱有什么区别呢？这我觉得跟当年真的跟文字狱没有区别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读第2段，一个山东兄弟说的：人间地狱不接受反驳。对，我当然没有想过反驳你，对吧？就是我不知你如何笃定人间炼狱。人间炼狱是什么？18层地狱吗？还是刀山火海啊？什么叫人间炼狱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没一个好人，对吧？这个只要去就一定有危险。这个地方就是刀山火海嘛，在我理解，我觉得我理解没错吧，对吧？就是刀山火海，只要你去，只要去，踏上就不行，更别说沾边了。第3条，我们浙江的兄弟，你是同伙吧？还是那句话，厉害。第4位兄弟，博主，你普及这个知识根本没用，因为我给上一个视频再给大家普及，有工作签证或者对方给你办商务签证，能规避部分的风险。我想我视频说得很清楚了，大部分都听懂了。然后这个人评论是：人民关注的是安全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我一个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，我会不知道？出了曼谷机场上了车人就没了，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的一个国家。作为一个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，你能讲出这个话，我真不知道您的大学是哪个学校的，您的老师是谁，能教出这样的一个学生，认为一个地方只要下了机场就会拐走，上了车就人没了。那么这样不用上车，该走路吧。这个以后大家来，假设来泰国玩啊，我先不要求大家
假设你们去任何一个国家，你们不要打车，也别坐公共交通，走路，对吧？这个或许走路也不一定安全。那么我就纳闷了，一年中国到泰国来旅游，高峰期可能有700-800万、上千万，差一点也有400-500万，就是上了车人就没了，对吧？那当然你可能会说，哎，这个哪怕1%，哪怕1/1000，哪怕1/1000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这个我只能说，我不否认，好吧，不否认。任何一个国家去任何地方，你都会有危险，哪怕在你家门口。难道你家门口的马路就从来没有出过一起交通事故吗？这个没有办法，那只能怎么办呢？走过马路的时候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多注意来车啊。那包括到这泰国玩或者到其他国家玩也是一样的，多注意多留意啊。那只能怎么办？提高自己的认知，提高自己的意识，尽量能避免一些飞来横祸。当然，有些祸命中注定的，你逃不掉的。我这人蛮信命的，有些你命中注定的，那也没办法，你改也改不了。比如说，我们生了一个病。这个可能就是上天，你生出来那一刻就有这个病了，这个东西你是改变不了的，对吧？其他东西我觉得能避免尽量避免，对吧？当然你说你不来也行，没有人要求你来，好吧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出门在外多走走多看看，好吧？这左右多看看，别到时候人是没来泰国，结果在国内就没了，好吧？好，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广西的一个观众，你没死算运气了。我不知道他这个理解，我理解为2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是就是我该死，对吧？只要我帮泰国说一句话，只要我活在泰国，我就该死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没死算运气的，那可能觉得我运气好，对吧？只是这个事情没有降临到我头上来而已，对吧？我只能这么理解。那么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每天在路上开车，每天在路上走，只要没有被车撞死，都是运气好，没毛病吧？这个理解。在后面我也聊你的兄弟，不是说免签吗？很多博主讲中泰都是免签的，还分工作和旅游吗？这是一个典型的没有护照的人啊，这个就在我眼里就是典型没有护照的人，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，对吧？是免签。我再告诉你一个你可能超过你认知的东西，免签它也是一个签证。你的护照上也是有入境戳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不代表你没有签。就算你免签进来，每一个章上面它都会有个入境戳，入境戳上会写你的签证类型。比如说免签，它现在会写那个泰文啊 ，WW30，对吧？比如说你是长签、蓝欧签，它会写蓝欧签，它会写 REP， 它是一个英文的缩写。每一个签证上面，它都会写明自己的签证是什么，好吧？免签它也是个签证，可能刷新你的认知了，好吧？这个多读读书啊，读书可能也没用，这个书上不会教，这个要多出来走走。在后面讲一个韩国的兄弟，其实让我蛮诧异的，我不知道他是去韩国旅游的还是常住的，因为在这2天评论区里，大部分我看 IP 是海外的，99%吧。都好像蛮认可小毛说的，他比较例外，所以说我一眼看到韩国的 IP 我就比较感兴趣。去泰国即使是短期工作，谁会弄工作签？这个倒是事实，说的很对，对吧？基本上大家都懒弄工作签，哪个不是旅游签先过去的？然后再看情况去办理签证，好像自己很懂一样。对，我承认，大部分人海外务工都是先过来办个旅游签或者免签进来，然后再转长期签证的。这个95%以上人都是这样的。但是过来工作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当地邀请你，比如说我们中国邀请 C 罗和梅西来踢球，他不可能是免签进来再转的，他肯定是远程就给他办好，然后他持着这个商业的签证来到中国。那同样，对方已经进行开机仪式了，对，邀请王兴是进行去开机仪式的，说明他们已经确认要录用他，而不是网上所说的面试。他们其实面试在网上已经完成了。选角啊什么都已经完成了，然后再邀请他去开机仪式，包括他的女朋友说得很清楚，去参加开机仪式。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雇佣关系，你作为嘉宾那没有问题，你去开机仪式，你免签进，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就但凡你里面是演员，哪怕你只是个跑龙套的，哪怕你只是一个场务、一个灯光，也是会有这家
拍摄公司通过泰旅局、通过移民局来给你发放的这个东西。而这个东西，如果大家在海外待过，你就知道，很多签证很好办，工作签是最难的一个签证，他需要提供大量的材料。如果说这个骗子他能把这个材料都做完，那只能说他很牛逼，而且成本很高。当然，我不是说办了工作签一定安全，只是说拿这个东西来筛查一部分的安全。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听懂了没有？所以这位韩国的朋友，我是不知道你在韩国是常住的还是常待的。我想，但凡你是常住的，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。如果你只是一个游客，那你就当我没说，对吧？好，这位河南的兄弟，泰国是落地签。这位河南兄弟大概活在上个世纪。泰国从落地签改到免签30天，改到60天，好像已经有个一年多了吧，已经有个一年多了。如果泰国还是停留在落地签，那我只能说你平时真的不大关注新闻，真的不大关注新闻。签证的政策和一个地方政策随着时间的调控，每天都是在变化的。这个你这句话就应该是暴露了，要不就你就没来过，要不就是最近你真的不关心新闻啊。泰国落地签已经真的一年多了，没有了。对吧？当然现在对也有很多国家是落地的，但是对于中国的免签已经是有一年多了啊。所以说看完这些评论，真的就是让我觉得无言以对，真的无言以对。就是我做这个视频的意义不是劝导大家来玩，不是说让大家不要来玩。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里安全没不安全或怎么样，这些话我不愿意说，对吧？因为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你们来跟不来跟我真没有关系。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？多学习这些东西，你懂这些东西以后，你出来才不会，第一不会被骗，第二，说实话，我很多泰国朋友这2天也看到了这个新闻，就在摇头，你明白吗？他们会觉得很可悲。第一回，他们觉得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？第二个就是你们中国人的认知是这样的吗？然后他问了我一句：“听说你们新疆也很可怕呀？”然后我懵了。在他们接受到的墙外的一些信息是什么？奴隶、压榨、种棉花，对吧？包括很多海外的，包括海外的自媒体，他们营造出来的，说我们对少数民族怎么样？其实我们在墙内的人，我们非常明白，我们对少数民族政策是非常友好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国外的媒体是这么宣扬的。同样这件事情，国内媒体这么宣扬的，所以说我们国内的人，大部分人才会认为，哦，原来那边是人间地狱。别人也会觉得我们国内是人间地狱，真的是这样。就像我那天举了个例子，我们杭州那个许国立，对吧？泰国人也看到这个新闻了，就觉得中国男人好可怕，怎么动不动就把老婆弄下水道了？真的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很多时候，当然我有时候也会反驳他们啊，然后有时候会觉得他们也蛮可笑、蛮可悲的，什么听风就是雨或者怎么样。但事实，我觉得大部分老百姓啊都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。就只要听风就是雨，我觉得他们不就是这样吗？难道我们很多同胞不是这样吗？对吧？听风就是雨。哎，等我再说，后面太吵了。好，刚才思路打断了，因为后面太吵了，现在稍微安静点。就结个尾吧。我觉得2025年了，这个原来我们说21世纪要有新的想法、新的那个，现在21世纪过了那么多年了。很多东西大家真的要出去看看，出去走走。大家去看我的评论，大部分 IP 在国外的，基本上我觉得我说什么他们都听得懂，因为每个国家基本上的签证和移民政策都差不多，对吧？只略微有区别。那大部分的手续啊，各种说这个道理，只要一说就通，就是跟这样的聊天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如果说还真的需要去科普、去普及什么是签证、什么是身份证、什么是护照，对吧？这个真的有点累。这个包括今天我们这几个朋友也在讨论说，哎，你们这2天怎么样？就真的无差别攻击，只要但凡只要在这里发一个作品，发一个喝咖啡的也会被人骂。真的，我一个朋友下午拍喝咖啡的，他是一个陪读家庭，小孩在这里读书的，他说我就发了一个海边喝咖啡，就被人骂。那你觉得不无辜吗？他做错了啥？他只是因为陪小孩在这里陪小孩在这里读书，自己喝个咖啡，然后就要被你们喷？难道网络暴力不是暴力吗？难道网络暴力跟嘎腰子比起来就会轻很多吗？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大家peace一点，和平一点，对吧？没有必要去搞得那么上纲上线。
再跟大家说一句，真正搞诈骗的人很少会来做自媒体，好像除了那个辛伟林是吧？反正除了他以外，基本上我目前是没有见到过。谁吃饱了撑着露个脸来做个视频被你骂，对吧？还说谁吃饱了自己是从业人员做个视频来让你们指责，来让你们说啊，各位别想太多，是吧？真的别想太多。有这点时间，真的有空去多看看书，多看看世界，对吧？不要一味的停留在网络世界中。网络它有时候是个好东西，但有时候也不是个好东西。因为这2年我接触的网络算比较多的，形形色色的人也见过比较多，包括莱巴提亚的玩的人也很多。还是回到我开场的那句话，我在这里帮助的中国人，绝对比你这辈子帮助的中国人还多。这是我小胖说的。